陛下丹青妙笔，冠绝古今。这花鸟栩栩如生，世间无人能及。大宋有陛下这般风雅君君，实乃千古盛世。臣近日于江南搜罗无数奇花异石、稀世珍宝，已尽数送入宫中园林，只为趁陛下雅兴，让这汴京盛世再添几分绝代风华。朕毕生所爱为书画云林、山水雅趣，如今四海太平，汴京富庶，百姓安乐，朕自当享受这盛世江山。连续3年大旱，地里连根麦苗都长不出来，老天爷是要绝我们的活路啊！家里早已粒米无存，赋税徭役层层叠加，我们老百姓到底该怎么活呀？江南水土丰润，物产丰饶，无北方旱涝之苦，百姓守着一方庭院，几分花木，本可安稳度日。可徽宗一直喜好，权臣贪欲，碾碎了江南百年安稳。圣上喜出奇石佳木，凡民间奇花异草、怪石古树，一律征缴入宫，不得私藏。大人行行好，这石头花木是我祖辈传下来的家业，我们靠打理花草糊口度日。若是搬走，我们全家就没活路了。我守了一辈子的家没了，江南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朱冕为讨好徽宗，将花石纲变成了敛财的利器，名义是供奉皇家园林，实则搜刮江南。为了运送一块石头、一株花木，动辄征调数百民夫，千里跋涉，昼夜不休。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年交税，月月服役，天干地旱，颗粒无收。这大宋的天早就黑透了。小声点儿，年轻人，祸从口出，咱们平头百姓命如草芥，只能忍。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拜佛，佛不渡穷人；求道，道是指巴结权贵。这世道当真没有公道了吗？诸位乡亲，世人皆说人生祸福天定，来世福报可期。可我明教不信虚言，不谈虚妄来世。这世间只分明暗两道，权贵贪婪是世间黑暗，苍生勤恳劳作，心存良善是世间光明。陈先生，佛道两教都拜帝王，敬权贵，我们明教拜的是什么？明教不拜帝王，不拜权贵，不拜神佛虚像，我们信奉光明天道，不求升官发财，不求来世荣华，只求现世公道，人间太平。活了大半辈子，见惯了人情冷暖，唯有明教真心待我们这些底层苦人，给我们希望。听闻青旗山野聚集一众刁民，私奉吃菜试魔之妖教，蛊惑人心，藐视朝堂，一经发现，尽数抓捕，绝不姑息。有聚在这里偷懒，家家户户3日内必须烧交花木奇石，清将年一律随队搬运石料，不得有误。田地荒芜，衣食难保，实在无物可献，无人可依，还请大人体虑，放过一众乡民。一介乡野草民也敢跟我们讲条件，找死！尔等不恤民情，肆意欺压，就不怕天理昭彰？好，我们记住你了，等着！我从小生在清溪，跟大家一样，本分重提，老实过日子。可到头来，却落得家无余粮，身无安处。这些年，谁家揭不开锅你送粮，邻里吵架结怨你劝说，遇上天灾人祸你第一个帮忙，大家都服你。明教世代传道，信奉明王出世，荡地夭瘟，光明临世，众生平等。从今日起，集结议事，静待天时，一朝风起，荡尽世间黑暗，还万民一片光明。
今日必冒人耳目，入深山密洞，站在这里的都是我清溪明教最可信的手足。今日所言之事，关乎天下苍生，关乎大家的性命前程。方教主，我等追随明教，只为求得一线生路。世道黑暗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你有任何吩咐，我等万死不辞。朝堂昏庸无道，州县无力横行，如同吃人妖魔。如今这大宋天下，早已不是安生人间，而是一片乌烟瘴气的黑暗末世。明教弟子从不认命，光明战胜黑暗。我们这群普通人今日挺身而立，扫尽世间妖魔，为天下苍生正一场万世光明。其一，不分贵贱，人人平等；其二，均分田地财物；其三，百姓辛劳所得尽数归自己；其四，不攻苛役，人人安居乐业；其五，百姓自主，世道规矩由天下苍生共定；第六，让流离者有家，劳苦者有收，无辜者平安。我方法立心光明，破除黑暗，此生不负明教，不负苍生，不负手足，破除黑暗，均平贫富，不沉大宋，生死相随，永不背弃。岁在甲辰，明王当初，荡涤妖氛。岁在甲辰，明王当初，荡涤妖氛。这世道也真该好好清清了。爷爷，这童谣啥意思呀？村里人人都在唱。这是老天爷在给咱们老百姓传话呢。启禀大人，近日南北州县乡间疯传诡异歌谣，百姓私下传唱不止，民心浮动。乡间乱唱的顺口溜罢了，也值得拿到本官面前啰嗦。一群无知乡民，无事瞎念叨几句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可如今大江南北，人人皆会传唱，恐有隐患。传令下去，各州县严加管控，不必小题大做，扰了朝堂清静。是，下官遵命。上头催办花石羹，半点不得耽搁。奇花怪石、珍木奇石，尽数征缴。谁敢藏匿不交，轻则杖责，重则抄家。已经饿死、累死好几个了。天天干重活，不给饭吃，不给喝，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！我儿被强征数月，连日高强度劳作，不知能不能撑得住了。大人，求您开恩，这书是我家祖传的，不值钱，求求你们别搬走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念想了。狗屁念想，轮得到你讨价还价？再敢阻拦，连你一起抓！大胆刁民，竟敢故意怠工，不知天高地厚！世道不公，明王出世，荡涤妖氛！明王出世，荡涤妖氛！诸位乡邻、兄弟姐妹，我知大家常年活在苦难之中，今日我方腊便在此，应天命所归。天哪，那是方大哥的影子，头上有冠，身上有袍，是天地显灵，是王者之相啊！明教古有预言，明王出世，拯救黎民，安定天下。今日清晰显影，天命昭昭，方腊就是我们苦苦等候的光明之王。恭迎明王，天命归民，除尽黑暗，天下光明。今日起，我自立圣功，建立永乐，助黑暗，引光明。方腊举义的消息飞速传开，周边村镇百姓争相投奔，光明之火照亮江南大地。兄弟们，今日起兵，不为称王称霸，只为还民公道，踏平州县，光复江南。全军听令，出发！助黑暗，迎光明。
的兵根本不是普通乱匪，百姓全向着他们，这仗怎么打？不打了！百姓全都帮义军，我们就是孤军。方腊军势如破竹，如同秋风扫落叶，接连攻破清溪、密州、杭州、衢州、豫州等江南重镇。短短10日，半个江南大地尽数更换天地，免除苛捐杂税，释放无辜百姓，归还财物田地。欢迎义士光复江南！义军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跟着圣公，不受欺压，光明普照江南。启禀陛下，急报，江南大乱！慌什么？大惊小怪！朕的江南盛世，歌舞升平，能有什么大乱？莫不是地方小贼闹事，也敢惊扰朕的雅兴？陛下息怒。微臣猜测，不过是几个刁民滋事，地方官府便可摆平，不值一提，坏了陛下兴致。大人，绝非小乱，方腊100万义军席卷整个东南江南，州县接连失守，官吏四处逃窜，江南已经彻底失控。你说什么？100万义军？回陛下，江南是大宋的钱袋子，全国半数的粮草、丝绸货物全都出自东南。如今义军截断南北通路，银两粮草调不过来，完了，江南命脉一断，国库就要空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谁能想到短短10日，竟成灭国大患？事到如今，荒有何用？江南命脉已失，再不平叛，不出半年，天下大乱，别经不保。陛下，方腊100万义军声势滔天，地方守军早已溃败，根本无力抵挡。若想破局，唯有动用举国精锐。传朕圣旨，即刻抽调全国所有精锐禁军，全员南下，集结全部兵马、粮草、军械，全力围剿江南方腊义军。江南烽烟四起，大乱蔓延千里，朝廷慌了手脚，把北方驻军尽数南调平乱。如今整个北方兵力空虚，兄长所言极是。如今大宋自顾不暇，以前咱们隐忍城府，是盼世道清明，可如今看来，再等下去，只会生灵涂炭。我在官场半生，最是清楚，朝廷只会欺压百姓，保全权贵，从未体恤苍生疾苦。如今北方无兵，正是我等替天行道、庇护一方百姓的最佳时机。宋大哥，别犹豫了，天下好汉都等着大哥带头呢，咱们直接竖起大旗，聚义梁山，干一番大事。诸位好汉，受苦百姓！如今天下动荡，大宋失道，豪强肆虐，苍生流离失所，大宋弃万民于不顾。今日，我正式召集天下北方英雄梁山聚义，立身乱世。我等愿追随宋公明，聚义梁山，共闯天下。梁山聚义，替天行道！梁山聚义，替天行道！我本是镇上小贩，不肯给县衙师爷上供，摊位被砸，妻儿差点被掳走，走投无路，听闻梁山替天行道，特来投奔。我寒窗苦读10余年，本想秉公为官，造福百姓，谁知无钱无势，寸步难行，还被诬告陷害，这世道早已无公道可言。我本是乡间武师，只因打死欺压乡民的恶霸，被通缉，四处流亡。听闻梁山聚义，特来入伙。豪强霸占山林，不许百姓打猎谋生，我父兄反抗，竟被活活打死。天下无容身之地，唯有梁山肯容我等苦命人。都是受苦之人。从今往后，上了梁山，就没人敢再欺负你们。俺李逵的板斧，第一个不答应。诸位好汉，我宋江深知，今日在此的每一个人都绝非天生反贼草寇，你们之中有勤恳务农的匠人，有正直侠义的武师，有心怀家国的书生。原本都想安稳度日，
无奈世道不公，被逼上梁山。凡入梁山者，不分出身贵贱，不问过往身份，只要心存仁义，愿护苍生，便是同袍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将军，全军精锐已尽数集结完毕，整装待发，粮草军械充足，随时可以南下围剿江南方霸乱贼。区区山野流民，盘踞江南数月，狂妄至极。本朝养兵1000日，今日便是用兵之时。将军英明，方腊乱贼不过是种地百姓、商贩流民拼凑而成，无军纪、无重甲、无精兵，根本不配与大宋正规禁军抗衡。方腊乱贼最擅长蛊惑百姓，江南无数百姓甘愿为其卖命。全军即日开拔，分拳围剿，全力击杀，不破明教，绝不班师。遵令。头领，大事不好！潼关带着大宋精锐打过来了，漫山遍野数不清啊！他们甲胄齐全，弓箭无数，跟咱们完全不一样。兄弟们，别怕，我们之所以能立足江南，不是因为兵器强、人马多，是因为我们护着江南百姓，民心所向，死守江南。全军出击，踏平贼军！兄弟们顶住！为了江南百姓，死战不退！惨烈大战持续数日，昼夜不停。方腊军大多是普通百姓，没有受过正规训练，没有精良武器，全靠一腔热血和信念，一次次冲锋死守，损失惨重。将军，方腊贼军损失惨重，主力已被击溃。虽其军心极强，百姓纷纷驰援，但终究是乌合之众，难敌大宋正规精锐。本就如此，民心在盛，人心在齐，终究只是布衣之勇。江湖情义抵不过举国重兵，一腔热血挡不住千军万马。派人狗官，爷爷梁山义军到此，速速滚出来受降！再敢欺压百姓，爷爷一斧劈烂这县衙大门！我等梁山好汉，不为金银财宝，不害寻常百姓，专打霸道劣绅，今日便要为民除害。本官乃是朝廷命官，你们围攻县衙是要谋反不成？速速退去，否则大军一到，定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你不为民做主，反倒鱼肉乡里。我梁山替天行道，专惩世间恶人。今日便是来替北方百姓讨一个公道。宋寨主饶命，小人知错了，求好汉高抬贵手。晚了，这些年你害苦了多少百姓？今日定要平民愤！开仓放粮，救济灾民，父老乡亲按需领取。开仓！多谢梁山好汉，你们才是真正为民做主的青天。梁山人马一路北上，铲除各处作恶的恶霸，每到一处，皆是开仓济民，安抚百姓，一桩桩义举传遍北方大地。粮草耗尽，箭矢用尽，兵器损毁，四面八方都是宋军，咱们再也没有突围的去路了。我心里清楚，从起事那日起，我便知晓，这场反抗注定凶险万分。圣公，我们不怕战死，只是心中不甘。咱们拿下个东南，终究没能让乡亲们过上安稳日子。诸位皆是顶天立地的江南好汉，半年之间，我们以江南一地之兵抗衡大宋举国精锐。徽宗被迫暂停花石岗，裁撤扰民的应奉局。如今兵败被困，非将士怯懦，是大宋国力尚厚，敌我兵力太过悬殊。圣公，我亲率女兵拼死守住洞口，您带着亲眷从后山隐秘小径逃走，尚可保全性命。祸由我起，民因我苦，所有罪责该由我一人承担。我只求宋军攻破山洞之后，不再大肆屠戮洞内残存老弱士孤与山中百姓。韩世忠寻访山中妇女，觅得隐秘小径，率领数十骁勇士卒穿山越谷，突袭邦元洞深处，生擒方腊妻子邵氏、幼子丞相方肥等30余地义军核心圈属。方亚，你聚众数十万作乱东南，攻破6州52县，
超害官吏，耗费朝廷千万军饷，你可知犯下滔天大罪？我何罪之有？徽宗沉迷享乐，朱密借花石纲横征暴老，良田荒芜，百姓流离，朝堂视万民如草芥，为民求生，绝非谋逆作乱。荒谬！大宋养育万民，不容草民肆意践踏。我虽兵败，可大宋早已元气大伤，田园荒芜，商贸凋零，国库耗费一空。今日我身死，不过是乱世开端罢了。狂妄贼寇，至死尚且妖言惑众。来人，将方腊一家押送汴京，待到秋日即行处决。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光明必胜黑暗。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光明必胜黑暗。启禀陛下，京东宋江作乱，转战10郡，破城劫掠，官军屡战屡败。诸卿可有良妾？陛下，宋江流寇飘忽，战力强悍，却无固守之地，无立国之志，可剿抚并用。臣举荐张书基，此人沉稳有谋，可镇江东。传朕旨意，擢张书叟为海州知州，即刻赴任，全权处置宋江之乱，剿抚自主，片议形势。朝廷以东南方腊之乱为重，无暇北顾，遂令张叔夜镇守海州，伺机平定宋江。大人，宋江率数千贼众，已兵临海州城外，意图夺取海船，入海逃窜。贼兵士气极盛，难以应敌。宋江流窜数年，屡胜而骄，轻敌冒进，其最大依仗便是机动性强，败则可乘船遁走。今日我便断其退路，设伏围歼。传令，遣精锐1000人潜伏于海岸山林，以老弱平士佯装溃败，丢弃粮草船只，诱贼上岸劫掠。待其全军登陆，焚毁所有海船，断其退路。海州守军孱弱，全军上岸，夺取船只粮草，休整兵马。宋江，你横行10郡，劫掠州县，祸乱一方，今日穷途末路，还有何话可说？不是归顺大义，而是战败被俘，走投无路，不降便是全军诛杀。我愿降。今陛下宽仁，有诏招安，归降朝廷，可免全军死罪，麾下余众尽数赦免，编入刑伍，戴罪立功。罪臣宋江愿率部归顺大宋，听候差遣。宣和3年，张叔夜之海州，宋江起河朔，转掠10郡，官军莫敢应其锋。叔夜似贼疲，设伏焚其州，擒其父贼，江乃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江率众归降，特赦其罪，命宋江及麾下便入军籍，征剿方大余党，以功赎罪。钦此。南平方腊，北平宋江，两道大捷送入帝都。宋徽宗龙颜大悦，大肆封赏南征北战功臣，诸将升迁，满朝文武人人尽皆。一群曹匪贼寇，留你们一条狗命以示皇恩厚恨，还敢摆脸色？早知招安是这般猪狗不如的日子，不如战死海州，落个干净。朝廷刻薄寡恩，官军仗势欺人，这般屈辱苟活，不如再返山林。诸位兄弟，事已至此，悔之无用，怒之无益。我率众归降，非是我贪生怕死，是我舍不得数千弟兄尽数埋骨海州，落得尸骨无存。今日我等无官无爵，受人欺凌，卑微如尘。朝廷不杀我等，亦是开恩；纵使被肆意苛待，亦是大事使然。遇险路，将卒先行探路；遇残寇，将卒前驱厮杀。所有凶险苦活、脏活累活，尽数由梁山将卒承担；所有战功，尽数归于宋军将领。残寇散兵不足为惧，山野瘴毒凶险，徒损我宋军精锐，何必急于一时？我等只需坐守大营，待班师回朝，领功受赏即可。宋江，你本是京东叛寇，罪该论斩。今朝廷赦你死罪，
留你残部随军效力，是天大恩典。如今江南残寇未清，我命你率部为全军前驱，深入深山，搜寨拔龙，清荡余孽，不得推诿。末将遵命。将军，宋江率部越余血战，破寨数十，肃清残余乱石，乃平乱首功，是否录入军功册？一群草寇降卒，赎罪乃是本分，何来功劳？但报写，江南残乱肃清，皆为王师禁军奋勇力战所向披靡。宋江所部随军附庸，无所建树，无功可录。大人，我等日日前出，夜夜死战，以性命填险地，清乱局。为何我等浴血之功，尽数归为禁军所有？大胆贼寇，你等本是叛逆余孽，罪该株连。饶你不死，已是皇恩浩赫；负险送死，是你等赎罪本分。东都事略明确记载，宋江破敌立功，新兴宗攘其功，掩而不报，朝廷不知其迹。大哥，江南战事已定，官军既奉上归降，唯独我等残卒被弃于此。数月以来，我等身为先锋，冲死阵脚，鱼寇填死地，弟兄们死伤过半，弃于江南荒山野岭。可到头来，功归宋军，罪归降卒。我等为大宋拼命，换不来半分抚恤，反遭百般欺凌，万般鄙视。汉州归降，我等舍弃基业，俯首臣服，只求脱贼籍，得安生。可朝廷从未信我，从未容我，视我等为挡箭炮灰，用完即弃。我等起兵，非为僭越，乃官逼民反，为底层百姓求一线生机。我等归降，非为贪生，乃绝境妥协，为数千弟兄留一线性命。可庙堂凉薄，权贵偏见入骨。在他们眼中，我辈草莽出身，天生为贼，有功不赏，效忠无门，顺之任人宰割，忍之自取灭亡。既然大宋不容蝼蚁，庙堂不存义，褪去降卒之身，再举天下义旗。再举义旗！彼时宋军主力北归，淮东守备空虚，宋江率千余残兵突袭关仓，惩治酷吏，收纳流民。京东、淮东战火复燃，朝野震动。宋江，狼子野心，反复无状，朕念而迫于生计，既往不咎，与尔归降自新之路。此贼得寸进尺，屡降屡叛。折可存，今朕赐你御笔亲诏，即刻统领班师精锐，转战京东，剿灭宋江逆贼，根除匪乱。众将士，发营！宋江流窜数年，从无奸臣可守，无辎重可依，无军纪可循，其制胜之术，唯游击奔逃，避实击西而已。往年屡剿无果，只因兵力分散，围堵不严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入江东后，不盲目追剿，层层布防，步步收紧，全域锁死所有逃窜通道，困贼于山野绝定，断其所有游击奔逃之机。头领，四面八方皆被宋军锁死，突围无路，藏匿无地，粮草断绝，我等已是绝境。折可存墓志铭记载，辣贼就擒，迁武节大夫，班师过国门，奉御笔捕草寇宋江，不逾越，既获。宣和3年，宋江作乱监东，再叛朝廷。折可存率军讨之，兵败被擒，伏诛。余党西平，战乱普定，徽宗固态复生，重启苏杭应奉局，恢复花石纲。此前童贯平乱时暂停花石纲，安抚民心。战乱结束即死灰复燃。蔡京、
童贯、王武、梁师成、朱冕、李彦六臣分裂朝堂，结党私语，跋扈专权，百官噤若寒蝉，无人敢谏。我女真世代基于黑水白山，安分守己，岁岁纳贡。可契丹贵族视我等为奴仆，今日起举全族之力参辽，挣脱100年桎梏，建我女真基业。公元1115年，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，国号大金。女真横扫辽东全境，辽天孙帝屡战屡败，仓皇西逃，200余年的大辽土崩瓦解，大势已去。启禀陛下，辽金大战数年，辽军屡败，国力枯竭，已是垂死之态。此乃我大宋100年难遇的良机。燕云16州，自5代沦陷，便是中原100年之痛。如今辽作将倾，联金伐辽，南北夹击，一举收复燕云故土，陛下万万不可！辽虽衰败，却是我大宋北疆屏障。金国新兴强悍，野心滔天，若驻金灭辽，便是自毁藩壁，引狼入室。老臣多虑，金国远在辽东，与我无冤无仇，收复燕云乃是千秋归业。准奏，遣使渡海，联金伐辽。自公元1117年起，北宋数次跨海铲使，历经2年磋商，于宣和2年（公元1120年）与金国缔结海上之盟。海上之盟约定，金取辽中京，宋取辽南京、燕京。灭辽之后，燕云之地归宋，盟约既定，金军如约出征，所向披靡。而北宋100万大军尽显孱弱之态。北宋数次攻打孤立无援的燕京辽军，尽数惨败。这场战事全程暴露在金国斥候与将帅眼中。自此，金人对宋的敬畏尽消，南下灭宋之心悄然滋生。启禀2位将军，探查宋境全境，北宋北疆防线全线废弛，风速9-7不举，戍边士卒懒散无备，千里边防形同虚设。宋军耽于享乐，朝堂奸佞当道，士卒羸弱厌战，百姓民心离散，举国上下外强中干，无一可用。辽朝已灭，北方无仗，海上盟约早已无用。宋廷虚实尽露，边根空虚，国力虚空。此乃天赐灭宋良机，无需恪守盟约，整顿兵马，囤积粮草，待辽地彻底平定，即刻挥师南下，问鼎中原。辽土已定，宋廷虚弱，边备尽废。太宗有诏，2路南下，直取中原，踏平汴京。西路文彦宗韩大军自云中出兵，猛攻太原；东路文彦宗望大军自平州渡河，直扑燕京。金军铁骑疾驰碾压，一路势如破竹。陛下，金军已渡黄河，兵锋直指开封，距汴京城不足100里。先兵势大，大势已去，朕无力回天。传朕旨意，禅位于太子赵桓，改元靖康，朕退位避祸。都城乃宗庙社稷根本，祖宗基业，100万生民，岂可拱手与人？臣死守汴京，与城共存亡。金军数次猛攻城楼，投石如雨，云梯叠架。李纲身先士卒，宋军将士同仇敌弭，奋勇杀敌，接连击退金军攻城攻势，汴京危局暂时稳住。金兵势锐，不可力敌，唯有赔款割地，屈己求和，方可保汴京无虞，陛下平安。罢黜助战诸将，弃战士，遣使赴金营议和，罢免李纲兵权，将其贬黜出京。宋遣使与金议和，应允屈辱合约，加金500万两，银5000万两，绢100万匹，牛马万头，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3镇，以亲王宰相为质。金人窥透宋廷君臣懦弱腐朽，休整数月，卷土重来。此番南下，不再试探，只求彻底灭宋，倾覆中原。臣有6甲秘术，可召7777六甲神兵，不损一兵，不费一刀，出城大破金军。准奏。杀坏门6甲兵。一国君臣既忘妖术，弃守正规军备，千古荒诞，莫过于此。靖康元年闰11月，北宋开封外城彻底陷落，100年帝都沦为炼狱。
金银搜刮已尽，金人立下屈辱归制，金银不足，一人折价抵偿。地基王妃，一人抵金1000锭；宗基，一人抵金500锭；族基，一人抵金200锭；宗父，一人抵银500锭；族父，一人抵银200锭；贵妻民女，一人抵银100锭。北抵金国，二弟被迫行牵羊令，赤裸上身，披羊皮，跪拜金祖。朱皇后不堪其耻，李泌当夜投水自尽。事后金人册封宋徽宗为昏德公，宋钦宗为重昏侯，求死于五国城，永世不得南归。